每一个月许师的在这里呢都会有固定的工作坊以及公益讲座。那每一个月呢，许医师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手作。好，那下个月呢，什么东西会成熟呢？梅子哈，所以下个月呢，本来我们要做草仔粿，好，那我们现在修正一下，5月我们在做草仔粿啊，我们4月做什么呢？就是梅酒啊，那所以我们自己也有2棵梅子树，也会结梅子。到你那边很多是不是？哎呀，太好了！我们的阿明哥。是，好，没问题哈，好，没问题哈，好，我们就带队到这个我们的阿旺坡，好，我们去看看这个梅子在树上的感觉。所以我们4月份有一个活动哈，采梅子，然后呢做梅酒哈。那这个直播前的所有赛斯家族们啊，听到了哈，听到这个。我们下次到阿旺坡采梅哈，下次我们就来办直播啊。办直播然后我们太好了，顺便帮阿旺坡做国际广告啊。对，我们的学员然后是全徐医师带球。队去采梅子，对，好，对。好，让我们的阿旺坡也名扬国际哈。那我们让阿旺坡来协助我们做园艺，是，同学就来这边欣赏园艺。那如果喜欢想要采购的，就到对面的阿旺坡去采购。对，对，好不好？ OK， 好，那大家都听到了哈。下个月我们就一起来采梅子，然后做梅酒。好，4月一样也有工作坊。4月的题目是什么呢？困难的时候，我们神性的自己会帮助人性的自己。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哈？尤其是我们这个月工作坊的内容，那个创意的自我、自发性。好，那个我们的自发性就会连接我们神性的自己。好，那于是当我们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那个内在那个神性的自己就会给你出很多的解决问题的答案，好，以及很多的灵感跟创意。这个题目赞不赞？好，很期待哈，很期待。所以3月来，4月要不要可以来？要，而且还要分享给什么？给更多的人一起来哈。那我们4月这么精彩的活动一定要来哦，而且是全球的赛斯家族们召唤你们来哦。4月还有什么呢？萤火虫4月的萤火虫非常的多。好，我们走出去就可以看得到。对，有萤火虫萤火泡酒，虫，对，萤火虫泡酒，萤火虫哦，所以萤火虫泡酒，那个酒喝下去肚子会闪光亮这样子。哦，晚上就不用点灯，对，好，就不用点灯了哈。好，所以4月份很精彩，对不对？好，那也欢迎大家告诉大家。好，那这个月的题目是什么？公益讲座。好，脱离不了的关系是谁的问题啊？来，我们子琪没有来吗？子琪还没有带儿子来哈。这个题目都是他非常期待听到的题目，大家想听吗？好，其实我们很想。我们还是要问一下赵恩主任哈，来，你觉得脱离不了的关系是谁的问题？当然是自己的问题。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然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什么？那你自己个人的观点又是什么？好，每次都要接受许医师的这个拷问啊。那我自己的认知就是，譬如说我们常常有亲子的问题，有夫妻的问题，有职场上同事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常常在两难之局里，又觉得这个关系太痛苦了，可是又没有办法离开这段关系？好，无论是在家庭或者在职场上，好，甚至也脱离不了什么呢？我们固定的体重，对不对？摆脱不了的体重是谁的问题？摆脱不了的体重，包含体重也是啊，对不对？好，那这是什么问题呢？大家想知道吗？比如说我很想假设很想脱离一段亲子关系，我可不可以不要生这个孩子？可是为什么这段关系让我们这么痛苦？好，那我想在我们生命的没有认识赛斯资料之前，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们每一个人。
那我也经常接触到一些朋友们哈，尤其是新的朋友啊，他们都会困在人生的这个问题当中，在关系的议题里，包含脱离不了的体重，过重的体重，以及脱离不了过多的脂肪。好，那这个都是好，我想我们都可以来探索的，这样好吗？好，那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徐医师。好，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午安。好，所以今天来的这个阿旺坡的阿明嘛，哈，还有阿明的太太。好，那看到阿明哈，就让我想到原来这一块土地的徐伯伯。好，因为这块土地大概应该是在我忘记多久前，搞不好应该在20年前买下来的。好，那为什么会买下这块土地哈？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要把凤凰山庄承租下来作为赛斯家族或是癌友或很多的身心障碍的人或心灵学习成长的人，希望有一个地方有个地方。那因为凤林这个凤凰山庄那边大部分是建筑物嘛。好，后来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花莲的学员开车载我从前面那条路经过，那回头一看，哎，发现这边有个翠林农场。那农场想必就是很多果树啦什么之类的哈。那因为徐医师就很喜欢野外的环境嘛，所以后来我就想，哎，我们去跟这个农场主人联络一下所以有时候假日我们就安排我们的学员帮忙，比如说采果啦或协助施肥啦。好，那也当做大家的一个劳动，也当做大家的一个学习，那也当做大家的一个乐趣。后来就跟这个农场的主人徐波波联系。好，后来他就第一个一口答应。那第二个他就说，那你们要不要买下来？买下来。那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就把它买下来了。好，那到今天各位看到我们有鲁博约瑟馆，对不对？好，那我们的约瑟馆旁边其实还有一块建地，好，是可以盖的，因为这边总共有3块建地。好，3块建地，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讲堂有没有？对，来我们鼓掌一下。所以10年的心愿就慢慢的来达成哈。所以今天遇到阿明哈，因为刚好听说他是附近一个叫阿旺坡的一个纪念你的父亲哈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园艺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个人好像非常喜欢园艺哈。那他儿子好像在泰国当中医师，那就跟他讲，好像有一个许医师会在这里，然后他可能就很讶异，哎，就在他家对面呐。好，阿旺坡的对面，所以他今天就来到这里。那也很巧，因为刚才宣布我们4月要来做这个泡梅酒嘛。好，那我们在这村只有2颗梅子不太够大家摘。好，然后他就说他的阿旺坡那边就有梅子树就有梅子树，所以我们4月我们就到阿旺坡去摘梅子，好不好？好现场摘梅子。好，然后我有跟主任讲，看我们4月是要买米酒头，还是要买这个 Costco 的这个科任的 Whisky。好，科任的 Whisky 这个品质也比较有保障，因为 Whisky 泡的美酒有一个稍微有点烟熏味。好，而且如果是第一次做泡美酒的人这个酒精度数要高一点，好，才不会失败。好，因为像我做泡美酒那么多年大概已经做了可能5、6年、7、8年，每年都泡好几瓮，所以我现在的美酒大概最久都已经6年以上了。泡美酒，那我太太到现在最好喝的其实是 sake。好，清酒。好，清酒泡美酒，我太太觉得是最好喝，但是因为清酒浓度稍微低一点，会知道因为梅子放进去，它浓度会在稀释，所以你的消毒环境就要做得好，好，不然就会一锅发霉。
一锅都发霉。所以刚开始初学的人会建议浓度要高一点。whisky 啦、brandy 啦、vodka 啦、gin 啦之类的，浓度高一点比较不容易失败。好，那你看刚才阿明在，马上就提供我们4月可以到他的梅子园去采梅子，因为大家可知道凤林这边以前就是盛产梅子，所以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叫月庐嘛，它最有名的菜就是梅子鸡。好，所以这附近最早是客家庄，就是盛产梅子。好，所以梅子本来就是当地的盛产。好，那你看今天就这个宇宙就安排阿明来到我们这里哈。那阿明，我们这边未来我们有整个 BOT 的案子，会有50栋小木屋，50栋小木屋。好，所以未来也许我们的来这边的学员，我们也许就搞不好可以定期安排到他的园艺中心去。将来可以去那边做盆栽啦，或做那个农作啦，或是大家如果喜欢的想选购就自己选购，就自己赏景要选购自己喜欢的植物，那未来我们赛斯村也请他来一起协助来我们的园艺的部分，好不好？来，我们给阿明鼓掌一下。好，来，不然我们先让阿明说个话好了哈，来，那个麦克风给他。来，我们这个是全球转播的哦，这个以后就会在 YouTube 上面，未来在 YouTube 上面20-30年都会在，他还会唱，会唱歌是吧？来，先唱你的成名曲。这样哦。成名曲是什么？我唱一段我自己编的一首。来鼓掌。不会，不好意思，来。美丽故乡的阿王坡是我打拼的所在，饮水思源爸母的温情，袂当放袂记。满山烟火红红水水游来悠悠去。哇，这一段就好了，唱这一段。那下次有机会到阿旺坡来，我再唱整首的好不好？谢谢。那我想到我们以前一个赛斯家族后来他在广播节目又在主持那个傅正生，有没有？是，当然也是我们赛斯家族，是也是还要我跟他做对唱。好，来介绍一下你们的阿旺坡。是好。来，先介绍你的阿旺坡，跟怎么会认识许医师跟赛斯？是。那许医师你好，我们的赖长还有我们的主任以及我们各位在场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阿旺坡的长工我都第一个低头的我叫阿明，我的正名叫林瑞宏那我的阿旺坡，如果各位在 Google 上面你打一个阿旺坡生态休闲它的整个资料都出来了那因为04、03大地震之后，因为我的路有一点受损，所以我开放6年之后暂时先关园那当然现在目前还在养息中那我阿旺坡到我那边的好朋友好几千个人，包括行政院长张善政，这个我们张院长都曾经去过那我的园区我自己耕耘了将近43年的时间从没有水、没有路、没有电那一直到现在我是一个艰苦囡仔出世的，我18岁还在看牛小学3年级才有鞋子好穿。那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我是一个很弱势的家庭长大，因为我是农家子弟后来我爸爸送我的一句名言，他说有一天尾仔嘛伊甲我讲明仔你来，我说什么代志他说你若袂晓读册别读册还挺爱做事，因为我的假日都是在做农什么工课我拢有法度做布条布场挂条塞牛车我拢会样。小学3年级我就开始学做饭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啦那今天真的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我能够到这边来聆听我们许医师这个大作那为什么我会很敬仰我们许医师？主要是因为我的大儿子他现在也是中医师
跟我媳妇也是中医师，他们现在在泰国哈，我儿子是针灸的，我媳妇是肿瘤的。他回来的时候跟我讲说，台湾有一位洗医师非常的有名哦，而且非常的有爱心，他经常在这个媒体上以及你的专座上，他都有去看你的这个视频。他告诉我，有机会一定要来聆听这个洗医师的大作哈今天真的很荣幸，我真的是看到能够见到我们洗医师的庐山真面目了哈。来这边跟我的内人大家一起来学习。那刚才有提到一个阿旺坡，去到那边的这个好朋友都会问我2个问题你到底你的山是多宽？我说我也搞不清楚啦，你就直接给洗一个，看会到的东西啦。我看差不多有12甲左右，总共目前有5个区域。伊的第2个问题说，你为什么叫阿旺坡？跟你的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不是，这个是咱人爱饮水思源啦吃果子对，这个就是我们对长辈对老师对长辈对自己的父母亲要有感恩的心所以我就是将这块山阮4大人在还佫弟弟的时候，我把这块山号做阿旺坡，阮老爸的小名叫阿旺，然后因为刚好是山坡，我把它取名叫阿旺坡然后呢，我退休的时候，因为过去我的工作比较特殊，都在法界看尽了人生百态，然后我就自己拿了10万块退休金，先成立一个阿旺坡清寒奖学金，然后我在凤林地区小学、国中，还有一些弱势的团体，我每年都会去颁发奖学金，而且我一定会亲自去颁发。为什么？我主要是要跟他们鼓励让这些弱势的小孩，让他们的明天更光明、更有发展。我的目的是在这边当然我是小小的力量我力量也有限但是我喜欢做这样的事，包括现在我经常到一些老人院一些弱势团体去做一些表演包括昨天晚上我也去做公益表演了在我们山上表演唱歌甚至会去主持节目对，当年没有出道就有点可惜没有不敢。然后还有一点各位有一点我的兴趣了我山上将来下个月如果各位来，我很欢迎那风景很漂亮，可以看到寿丰到这个瑞穗整个面都看得到，还有我上面写了很多的书法这个可能有一点我无师自通了行书、草书、隶书，甚至于天文书，我们的赖长也曾经去过我那边都有这个是我自学的如果下个月各位来不吝指教我喜欢种花卉，我的山目前的这些花卉水果非常的多全花莲大概我最多，樱花800多棵，茶花大概将近1000棵，杜鹃2、3千棵，黑檀也2、3千棵等等的，当然也有我的槟榔产值5、6千棵了都有啦。还有各位可能一辈子吃过柿子，对不对？奇亚，你有看过黑的吗？有吃过黑的吗？没有，那就到我这边了。对对，黑柿，它的铁质非常高，将近到18度这个都是在9月出的，还有各式各样的香蕉、龙眼、黄皮果等等的啦那我今天除了来聆听这个洗医师的这个大作之外，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不是要以盈利为目的，我希望做一点公益回馈社会，让这个社会更温馨、更可爱。那我一直很希望说，我将来我整个阿旺坡能够跟我们赛斯村结合，做一点公益，然后跟我们的会员一起来分享，这样好不好？也请各位随时跟我指教。我这个阿明是一个恰卡先出身，我现在是长工，但是我这样一路走来，从普考、高考，那过去在法界服务，一直从检任官退下来了所以我看尽了人生百态。当然今天在洗医师面前我不敢扮龙我倒觉得应该先来成立一个男团阿明阿胜2人组对，我们看是不是要先录个单曲还是要这样可以还是要请这个苏有朋，因为苏有朋也是我们赛斯家这样是他以前是小虎队嘛是他很有名，请他再来成立一个老虎队是
邀他进入，然后我们再邀苏有朋，哦，是是是然后我们是。 3个人来成立老虎队。哦，是是是，你觉得不敢当。怎样？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啊，我来好学习啦，我来当洗衣师，向各位来学习哦。今天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一个理念哦，来这边跟大家结缘。我一直觉得说，有时候善念结缘，任何事情，包括我们今天的题目脱不了的关系，我认为我们的人生就是要转个念，不好的事、不高兴的事，你一定要把它转个正念。然后就会变成善念，善念福气就来啊。包括我儿子每天会跟我通电话，啊爸，我今日我拄到什么病人足高怪，我说不是，你要感谢他，你莫甲抱怨，迄都要多死，这不是，我讲你要感谢，给你人生的历练，就像你老爸一样，我碰过太多的事，我们把它换个念头，感谢一华这类学习的机会。那我们才会继续成长。我这个是我个人的浅见，不知道对不对啦哈。今天不好意思占用洗衣室太多的时间，谢谢各位。最后也祝福各位马年行大运阖家平安，身体健康，谢谢。好，谢谢我们的阿明哈。好，来，我要请那个敏玲来分享哈。那敏玲知道，第一个他是我们台北分会的主任嘛哈，也是我们基金会的教育长。那大家知道他本身也是家医科的专科医师哈。那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他的亲子关系非常痛苦。好，痛苦到他虽然家在台中，但是他要逃难到台北。好，痛苦到他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的2个小孩。各位，好，然后孩子没有意外又活得比你久，你又不好意思自杀，对，那你又不好意思把他丢掉。这边就没有事就不联络，好，所以其实没有脱离不了的关系，只有杀不掉的太太，各位知道哈。好，没有脱离不了的关系，好，只有丢不掉的小孩。那你又生了他，你又丢不掉。那不涉及个人批判了哈。那因为女儿今年31岁，好，那有强迫症，就是很龟毛。非常龟毛，对，然后连妈妈都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生活。那儿子到现在29岁，没有出门工作过，没有赚过1毛钱。那女儿赚的钱也仅仅够个人的花费。好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专业的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好，然后1个月20-30万，诊所也不去做，就跟着邪教，好，跟着邪教。跟着赛斯这边当一个教育长跟分会的主任，1个月赚个4-5万，然后自己又搞得很辛苦。那老公早又从诊断肺腺癌，她老公也是医生，好，从诊断肺腺癌到往生不到3个月。简单讲，她守寡到现在已经几年了？25年，在儿子4岁的时候。儿子现在29岁嘛，对，25年，这25年就一个人带小孩，对，所以到底怎么样的因果，怎么样的纠缠，让他面对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好，那刚才在路上我就要请他上来分享，他就跟我说，他如果没有学赛斯，他不知道已经死过几遍了。好，如果没有学赛斯，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过来的，不然也许早就得好几个癌症了。对，但是我最近发现他的确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好，就像我们现在工作人员跟主任越来越认同我们在推广的赛斯心法。好，我们昨天上课被徐医师骂久了就不太一样。好，我们昨天上课来，各位，他经济也没有说非常好。好，那自己刚讲，老公25年前过世，那2个小孩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回馈他。可是他竟然昨天说，未来他的遗产要分3份，1份捐给基金会，鼓掌。来，各位，有时候我虽然很俗气讲一句话，这不是大爱，什么是大爱？好，而且这个人讲话是讲实话，因为他没有能力讲谎话，各位知道，他是强迫症的患者，
他这个人是没有能力讲谎话的，他甚至有时候没有能力讲漂亮的话，因为他是他们家的老大，他讲话是很实在的。所以当他说他要把将来遗产分3份，一份捐给基金会的时候，其实许医师是感动的，我很感动，因为许医师会捐嘛，我会捐是因为我没有小孩嘛，对，好，许医师的遗产大概100%会捐，好，100%会捐，那他是有小孩的，好，那有小孩的，你说他100%捐，那就多恨他的小孩才会这样做，好，我们不鼓励这样子，好，各位，那会好，你有小孩的，你不要都捐，那会很大的恨，你懂我意思吗？好，可是如果你把社会也当成你的一个孩子，好，未来你的孩子是要在社会过日子的，好，覆巢之下无完卵，好，就算你留再多的财产给你的孩子，将来如果社会动荡，发生战争，社会你争我夺，你的孩子也不会快乐，各位懂我意思吗？所以总是要有一群人让这个社会更好，总要有一群人把这个社会的风气怎么样去影响跟改变。好，否则你的孩子就算你留再多财产给他，他也不会幸福快乐。对，好，所以昨天他这样讲的时候，哎，我觉得有点小小的感动。好，对，好，来讲一下你的亲子关系，讲讲你的痛苦。对，他今天刚刚走入来的时候就说要我讲，我想，我要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关系叫一言难尽嘛，一言难尽。应该说，好，就是我们这2个小孩，就是应该是从小就蛮特别，应该是从小就很伤脑筋。但是以前没有学30之前，我就是一直想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嘛。好，但因为刚好前几天礼拜4晚上，就是许医师跟许太先来了嘛，哈，然后刚好我跟许太就是有聊了一下。好，那许太跟许医师其实都对我很好啦，哈，所以就是好到就最近就是就是非常努力的叫我去订了一个房他子，感动到哭哎、不见对，得买得起的就房子。同学，你有困难说出来没有关系，大家都可以嘲笑你的概念，有没有？对，我们虽然不一定帮得上忙，但是我们是可以嘲笑你的，所以有困难尽量说出来，以便大家都可以嘲笑你这样子。好了，这是讲笑话，所以他就很感动，感动到哭哎、哎，哦，自己的家人都没有说愿意帮忙，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因为我还是要讲个姻缘哦，因为他是中国医药学院的，好，学是大学联考第1年考上的，就是中国医药学院。如果我没有重考的话，我去念书就是他的学弟，所以我们在可能10项当中，他是我的学姐，各位了解哈。我是后来重考，好才去念北医，所以我如果没有重考，我是当他的学弟，对。就是好，当然就前一阵子那个嘛，就是那个徐医师跟许太介绍我去看了一个我买不起的房子啊，然后后来我在犹豫的时候，你们知道潜能开发有一个定律，要定于你能力最高的往上20%。好，就在潜能开发理论，它有一个理论。好，比如说你年薪是100万，好，你就要定多少？120万。对，就是你所谓的潜能开发是定出你最高能力的20%往上加，你才能激发你的潜能。好，所以徐医师就按照这个标准鼓励他买房子。好，而且我有一个理论，买了就付得出来，买了就会有能力。除了有能力，人要有勇气。各位，人要有能力，但是要有勇气。当你愿意去挑战，能力就会出现，这就是潜能开发。对，好，所以那时候最后会下定签约，就是因为许太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许医师说有困难他会帮你。其实当场我就哭出来，因为应该说就是在这么多年来，其实我有2个很特殊的小孩，可是其实是旁边没有人可以帮得上忙。就是
我的家人其实很不能理解我的困难，因为他们觉得小孩就是要教，小孩有问题就是谢谢，小孩有问题就是没教好。哦，我们家4个小孩，我的学历是最低的哈。四个小孩，你当医生，你的学历是最低的哦。我学历是学士嘛，另外3个都是硕士，还有一个是留不能美的。这样讲，其实医学系毕业应该自动是硕士啦，因为念7年嘛。如果一般讲大学是4年，那3年算研究所，所以医生本身应该至少是硕士学历啦。好，那像我这个毕业之后又再拿加医科专科医师，就多一个博士嘛，一个专科医师算一个博士。那我又再拿一个精神科专科医师，所以等于说我是双博士的概念。哦，这样讲好舒服哦。你至少算硕士好不好？不要妄自菲薄哈，你至少算硕士哈。只是我是双博士而已。我爸就觉得他就把4个小孩都教得很好，那为什么我把你教得很好，可是你往下教就教不出很好的小孩？所以其实最大的痛苦脱离不了的关系是没办法把这个爸爸赶走，因为我们是他生的嘛。好，但是我跟各位讲，一定要忍，忍到后来他一定会走。虽然爸爸现在在将走未走之际，但是也快了，好不好？美玲加油！他再忍耐一段时间，爸爸就会走了，我们就可以平安把他送走了，好不好？我不见得活得比他长啊。虽然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爸今年就我今年虚岁62，我爸今年就是92嘛。对，92真的可以了啦，叫他不要再撑了。虽然他身体很多状况，但是看起来也撑的时候很会撑，要走就很快，很快。对，像我妈也是撑了10年啦，撑了10年。对，对，以前小孩小时候，我常常都会想说，是不是把他们2个打昏以后呢，就再去丢在垃圾公用垃圾桶。2个小孩真的是特殊小孩。好，老大就是强迫症，那老二就拒学。刚刚讲25年前，老公又突然就死掉了。对，然后他爸爸已经看他很不顺眼了，好好的医生不当，还学什么赛斯嘛？对，就像披萨很多邪教的吃法，有没有？对，好好的医生不当，然后看到他的小孩就更不顺眼，更不顺眼。对，因为他们家好像有7个老师。对，6个老师。对，所以我们家的观念就是非常的，就是秉持传统这种框架的是非对错了。对，所以对我们家的小孩，应该是从小我爸妈也很看不惯我们家的小孩。所以譬如说我如果要请他们就是帮忙带个1-2天，我爸妈是会拒绝的，因为他们会觉得那个他们带不了这种小孩。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也真的应该说真的也是不喜欢他们。对，好，然后我们就是小时候是请外劳。那时候大概到我儿子10岁，然后之后我就是自己想办法这样子。讲一个重点哈，其实这2天我在跟他讲的部分，因为他试着想当一个好妈妈，然后不断的包容跟接纳。好，那当然我们部分讲这个东西并没有错，因为他一直很担心，如果他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孩子会不会更严重的身心问题，甚至会不会学坏，甚至会不会自杀啦、自残啦。对，好，所以他就极尽可能的试着去包容他们。好，可是当然我这样讲，我不说这个是错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失去了真实的自己，因为他也是一个人，他也会累，他也会疲倦，他也会想放弃，所以他忽略了他的真实感受。我的意思说，如果我是他，某些时候我可能会跟孩子说：“妈妈很想包容你们，但是我没办法了，我得做我自己。”对不对？你们各自去谋生吧。
好，妈妈要去交男朋友了。好，妈妈要去阿明那边，好，阿旺坡那边，好，去游山玩水了。好，妈妈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到极限了。我除了当你们的妈妈，我也要做我自己。所以她忘记做真实的自己，然后一直包容跟接纳，到最后她也只能远离她的孩子，因为她也看不下去了。那孩子因为很聪明，也吃定了妈妈的这一点。对，好，所以到底脱离不了的关系是谁的问题？来，你继续说。对，学习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说，应该说我学了赛斯以后，我再我就补充一是个故事哈，那天也是有个个案来看我，因为他的孩子之前干过最有名的事，就是去买那个海蒙果。大家知道，有时候公园路上会结的长得像芒果一样的，像海蒙果。好，那没有熟的时候是绿色，熟的时候会变成红色掉在地上长得很像芒果，但是它有剧毒。好，它是印度的。好，脱离不了关系的妇女，大家知道印度的妇女地位很低，又离不了婚，又活得很痛苦，他们就用海蒙果，然后打果汁自杀，加糖啦，加蜂蜜啦，好，打果汁自杀。好，那这个学员的儿子，好，大学，好，然后就是可能标准很高，又达不到，又觉得没有办法达到妈妈的期望，好，就上网去买海蒙果。然后还吃了一颗，我问他好不好吃，他说不好吃。各位，你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这个东西公园就有，为什么要上网买？连你自杀都要另外花妈妈的钱，这样对吗？下次要买海蒙果的，要上网买吗？不用，来找许医师，我告诉你哪里有，好不好？这样我就很生气没有啦，气点好像不太对哈。老师有点开玩笑的哈，很多公园都有，他会开白色的小花。对，好，那最近这个儿子休学，又缺生那是活费，别人家的儿子不是他们家的。他在讲的是好，别人。然后休学缺生活费，不然跟妈妈说，妈妈，不然我有几个东西跟你换钱好不好？妈妈说你要用什么东西跟我换钱？他说我之前存了好几百颗那个普拿疼要自杀的，不然你跟我买。是妈妈可以不买吗？这不就勒索吗？这不就勒索吗？然后又跟妈妈说不然我有好几瓶那个充气球的那个氦气瓶有没有？好，因为之前好像帮女朋友干嘛做那个气球，这氦气嘛，氦气会飘起来嘛。好，不能用氢气，氢气会爆炸嘛。好，气球会飘起来氦气，他说要几罐氦气瓶，好，是打算用氦气瓶来自杀的。因为氦气它会充满这个空间，那人就没有氧气嘛，就造成一个无氧的环境。他说要卖给妈妈，你能不买吗？你能不买吗？各位，这就是勒索，你知道吗？那我也在教小朋友怎么从父母那边拿到零用钱，这样知道哈？因为父母一定会买。好啦，那我的意思说，那遇到这样的亲子关系，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各位，好，所以同学就一直在学赛斯。好，每天告诉自己灵魂永生，死的没关系没有啦，不是这个意思啦。好，就告诉自己这就是灵魂的功课，就是来学习跟成长。好，大家在灵魂上约定，好，我来当你妈妈，你们来当我小孩，那你们呢来负责扩展我的意识，打开我的可能性。好，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痛苦，它不会逼你前进，你的日子会很好过。你日子很好过，你就不会学习跟成长，你就不会开悟解脱，脱离轮回。好，就像刚才阿明讲的，每一个开悟解脱的人背后都有一个折磨你的人。各位，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每个开悟解脱的背后都有个折磨你的人。所以为什么我哥哥会出家当和尚？他出家当和尚最大的功德就是折磨我，因为他是长子嘛。好，本来对外我们许家传宗接代，要当许家的顶梁柱，他去出家当和尚，变成我老幺，老幺就要顶他的位置嘛，要照顾父母，照顾30-40年。好，直到去年终于也把我妈也送走了。对，然后也至少2个姐姐也要看着。好，虽然也不是帮什么很大的忙，好，至少也是要
看着看着，对，好，所以看为什么许医师会不断的学习跟成长，好，就是有一个折磨我的出家当和尚的哥哥，这样了解吗？对，好，所以如果你们生活当中有脱离不了的关系，各位，那就是你灵魂的智慧。好，没有苦怎么解脱，对不对？所以敏玲也很有智慧，选了2个，让他痛不欲生的小孩，对不对？然后要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各位，这种要什么什么都没有的人生是不容易的人生，是千挑万选的，因为你才会成长，你才会靠自己的力量，对不对？好，从灵魂的角度来讲，这是最伟大的命，因为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就不会成长啊。除非你是从要什么没什么到学习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然后最后才有办法要什么有什么。如果要什么有什么是凭你的能力，凭你的智慧去打开的能力，那恭喜你。但是如果要什么有什么是你天生的，各位，那有用吗？好，如果阿明出生在富贵世家，他今天会长这么可爱吗？绝对不会，绝对不会。你看徐氏为什么长这么可爱，都59岁还这么可爱，那也是因为要什么没什么，因为要什么没什么。对，好，所以他为自己选择了这么一个棒的人生。你看，儿子到29岁，一天的钱都没有赚过，每天都待在家里，多好啊！女儿31岁了，找了一个烘焙的工作，也只堪堪可以养活自己。你看到他现在62岁，还不能退休，也买不起房子，多好啊！对不对？连辞职都没有能力辞职，有没有？对，来，你觉得呢？可以辞职啊，我觉得没有没有要辞职而已啊。对，那个我觉得其实应该说，礼拜四许太突然跟我讲一句话说，你会不会太宠他们？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讲这个话对我来说，好像我就有一个反思的机会哈。可是如果以前如果别人跟我说我太宠小孩，我就觉得还好啊。其实我想，其实不是太宠小孩的问题，是他忽略了他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忽略了当一个真实的人是最有力量的。其实我不觉得是宠小孩的问题，是他有点把自己的情绪跟感受区隔开了，这才是问题。对，我自己也在想，我在想说，其实就是我一直学着，就是学了赛斯以后，就是觉得让自己是更能够去理解、跟包容、跟支持他们。我的一直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里面可能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之前他们2个有状况的时候，那传统心理学都说是因为他们2个一个4岁，一个6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悲伤没有处理，然后但是我自己也是对不对哈？那时候也等于是焦头烂额嘛。可是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内在可能有一个心态，就会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的照顾到他们，所以现在他们衍生出来的问题，好像就得我去收拾这样。各位，他就是这个心态。那我这样讲更直白点，他就是这个心态，所以害了他的孩子。来，各位，对，因为你知道徐师怎么做治疗吗？还是到我面前我会说，那谁欠你啦？啊，你爸就是要死，不然你要怎样？有人生下来还爸爸妈妈都不在啊，有人多么希望自己爸爸死，爸爸活好久啊。酗酒、外遇的、打牌的、打小孩的，你为什么觉得你爸爸死的，你就有资格摆烂？我不知道各位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他的孩子也抓住妈妈的这个亏欠心理，抓住妈妈的人工罪恶感。你现在要死又不是你弄死的，你是怎么下毒把他害死的？没有嘛？你也是受害者，那凭什么你要承担？凭什么你的孩子4岁6岁没有爸爸是你的错？为什么是你来承担这个罪过？他要去恨老天啊！我们帮他选错你有种去找老天啊！谁叫你要来投胎？你为什么不去别的家？难道是妈妈的错吗？来，各位，学士的治疗是这样，那他的潜意识就会觉得，
我的先生我选错了，我让孩子变我爸爸是我的错，这就是我的业障，我的原罪，所以我亏欠孩子，所以我要尽量弥补。孩子也抓住他的心态，不断的来折磨他或病态依赖他。所以我告诉各位，许医师做青少年跟儿童非常厉害，不管是父母离婚的、家暴的、爸妈或者哪一个死掉离家出走，我就说你有可怜吗？你有可怜吗？好，那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弱势，那麻烦你更认真念书好不好？你已经先天上不如别人了，你可以继续自暴自弃呀、你看怨天尤人，每天骂老天干呐、有用吗？有用吗？谁欠你？谁欠你？各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抓住我们是受害者，受害者是没有力量的。那每个人都去找谁要？各位，我爸妈都只有小学毕业，好，也不留给我忠孝东路8分地的地，留给我云林土库8分多的地，有干嘛？对不对？我去找谁要？对不对？那明明我阿公分给我爸爸2甲的地，但我爸留给我剩8分多，那剩下那1分多怎么一甲多怎么办？我去找谁要？那我哥哥出家当和尚，因为我要承担父母30-40年，我去找谁要？我又犯了什么错？谁欠你啊？越讲越生气，就是他这个心态，让孩子不想承担。反正妈妈觉得他亏欠我嘛，我就让你受苦，我就让你弥补我们嘛。谁叫你选错老公？谁叫你要让我们没有爸爸？都是你的错，来，是不是？你就是这个心态，孩子今天才会变这样。这来，继续说，过来，继续讲。那个来，各位，学是在讲潜意识，你再仔细一想，我讲的对不对？因为自我意识会以为我们是对的，你认为的对就是问题所在，就是痛苦所在，就是造成今天孩子的这样状况的原因。对啊，因为你让孩子觉得这个世界亏欠他。那时候他儿子来的时候，其实来看徐师的时候是进步很多。我每次都在挑战他，谁欠你？谁欠你？那时候儿子不肯上学，也不跟同学交朋友。我说你可以每天用屁股对着同学啊，但是你要知道，同学没有欠你啊，你爸爸不是同学害死的啊。你可以每天用屁股对着同学，但是有人会喜欢你吗？不会。你可以永远不放过老天。那如果你怨恨老天，那你自己再努力一点啊。不是每个人出生都有爸爸，也不是每个人爸妈都没有离婚啊。那你要怎么样？你打算怎么样？好，来继续讲。他就一直包容，一直包容，一直包容个屁！弄死他！好，是怕我生气。你当好人，就有人会当坏人。各位，这不知道说什么。我觉得应该说那一天跟许太聊过，然后后来许医师就跟我说，他说，当你的心里觉得就是你不需要再负责他们的死活的时候，他说小孩才会改变这样。然后你都已经平安把他养到29岁，都大学毕业了，对，至少学业都完成了嘛，学业都完成了，对全都大学毕业，你还欠他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就是各位，我今天要讲的很多断不了的关系，就是因为亏欠感，你因为人工罪恶感，那对方也抓住你这个心态，不断的索取，他觉得你亏欠他的。来，但我也没有意见，反正你爱受苦嘛。可是重点是，你受苦，可是他也没有成长，你的受苦是没有代价的，这才是重点所在。对，就像你吃海蒙果，我没有意见。你上网另外花钱买，我就不赞成，对不对？谁知道会不会买到假的，买到芒果干，对不对？你自己去公园自己收集，对，多蠢呐、好不好？好，来，好。
不过我觉得我这2天就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有一些改变，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所以好各位，我像在刚为什么说他财产愿意分3份，只给孩子2/3，是很大的进步。因为这种情况，他应该要全部给孩子才对，因为我亏欠他们嘛。这就是他的进步，先给他鼓掌。光是这个决定本身就在告诉孩子，我不欠你们，我不欠你们。为什么我要分给你们？我甚至可以不分给你们。对，对，摊牌，好，其改嫁。我没有要改嫁，好，对，谈个恋爱可以啦，好，然后那个我那一天是前天嘛，徐师是昨天徐师问我说那个就是要不要捐，对不对？要不要捐？我其实应该心里不是太愿意捐哈，可是他问我的已经时候，说出口了。对，不是他问我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理由不捐。然后那时候后来徐师问我说，为什么我会愿意捐？然后我其实在这个之前哦，我还有真的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帮小孩多存点钱。你看，就是这个想法，孩子就不会进步。来，我再强调一遍，会成功的孩子不给他钱，他也会成功；不会成功的孩子给再多钱也没用。对，来，我父母没有给我钱，我跟阿明一样是穷苦家庭长大，我爸妈也都是农夫，好到都市得这那么空我妈就是工厂的女工，我爸就是都市的低阶的建筑工人，在农村里面就是农夫，他们没有给我任何东西，他们给我的是从小到大，他们一天到晚在吵架。对，是啊，来，留更多钱给他们。对，在这个之前，我心里都是在想着，就是说怎么样帮他们再多存一点哈，因为弟弟根本没有能力，就是看起来哈，目前看起来没有能力赚钱，要打我了啊。然后那个好，但是那一天答应说要捐的时候，后来许医师问我说为什么要捐？其实我那时候觉得，其实捐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就突然自己就是想说，就是回顾我自己在那里一直计划说要怎么样帮他们存钱，其实是有一点无意义，因为如果他们2个不能自立，你存再多钱也没有用啊，对吗？好，然后所以对吗？对啊，所以如果他们2个能够自立，就不需要去帮他们存这个钱嘛，不是吗？不是的，是我这样看你是为什么这么简单道理，你现在才弄懂？你想怎样？老师没有教好，你想怎样？我在赛斯学了16年了，对不对？老师为什么没有教好呢？对吗？他进步了，会打老师了，吃了雄心豹子胆，会打我了。好来，先讲你的进步。留再多，其实孩子不自立也没有用。对，所以其实那天在跟许太太谈过之后，再讲个比喻，比如说各位，如果你们学赛斯身心灵，可以让自己健康快乐的活到至少99岁，你存再多的退休金、养老金，将来要找菲佣、要卧床的钱，你需要那么多钱吗？不需要。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如果你老了，体弱多病，病个20-30年，你再多钱也没有用。如果你的身体健康，从倒下来到往生，不要超过1个月，连请应佣的时间都还来不及，你就死掉了。你需要花什么钱？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意思是你存再多钱也不够你老年的时候花。如果你不走身心灵的健康，如果你走身心灵的健康，就像我告诉过大家，徐师没有花过1毛在保养品的费用、营养品的费用，我没有，我这辈子没有。对，是啊，那我连减重，徐师最近不是瘦了6公斤吗？我的腰带本来从第一格、第2格已经到第5格了。对，我减重，来，我也没有打瘦针，我也没有吃什么代餐，来，我就是少吃一点就好了。
我就少吃一点就好啦。好，本来跟我太太做午餐，我一个人叫一个便当，好，现在就改叫一个便当2个人分呐、我又省钱，我又减重，可许太会饿。他自己会买零食来吃。好啦，继续讲你的进步。嘿，因为终于不管孩子的死活，而没有罪恶感。来，各位，看起来好像很狠心，可是重点是：第一个，你信任宇宙；第二个，你信任孩子会学习跟成长。其实这是不容易的。来，好，所以讲你讲你的不同。对，所以那个就是礼拜四跟许医师许太谈完之后，那天晚上我就没睡好，因为礼拜五早上不是9点要去环山吗？然后我就跟赵文主任说，我说我昨天没睡好，我没办法去爬山这样子。然后赵文主任说，你自己跟老板讲。然后所以好，我就传了一个讯息给他，这样。那然后就说为什么睡不好呢？因为其实我那天晚上在想，就是我其实一路因为他们2个很特殊，所以他们2个其实是很固着，很多东西是很固着。碰到他们很固着的地方，我就会一路的一直的让步，就好像已经一路的一直让步，就有点到退无可退的那个状况。是。对，好，来，我现在补充2点哈。第一点是这样的情况，哈，一定是灵魂的先天蓝图，它一定是借由这2个特殊的孩子，逼自己学习跟成长。因为如果没有这2个特殊的孩子，他今天不会走上身心灵学习的道路。所以各位，第一个你要知道，这是灵魂的选择。但是我再强调一遍，在赛斯心法当中，灵魂的选择不代表你现在不能够改变，但是你必须明白这是灵魂的选择。你必须明白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对，你要去知道这件事。第二个，它一定也是你的一面照镜子。孩子一定反映出你内在的某一部分的特质。比如说，看起来好像他在承担2个孩子，孩子走不出去。可是你要常常问一件事：走不出去的是我，还是我的孩子？会不会他们代表我内在我不敢承认的自己？因为如果他承认他内在有个想依赖的自己，不想走出去的自己，他会不会就像一滩烂泥一样的？于是他需要有一个能量的 balance， 他创造出他那2个孩子，其实那2个孩子就是他，然后他扮演了他自己完形人格的里面的另外一个自己，就是很辛苦、很努力、奋发向上，坚持在那里要工作、要赚钱。可是那2个孩子其实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他的另外一部分的自己。他怕自己变成那个依赖的，走不出去，于是他把那2个部分投射在孩子身上。听懂了吗？他扮演一个坚持努力的，因为他对他自己如果软下去了，如果不努力的，他怕他跟他的孩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个内在跟他孩子一样的自己没有处理。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当你在一段脱离不了的关系，你们去问会不会你的内在有一部分就是跟你脱离不了关系的那个人其实是能量是互补的。能量的互补就像太极里面的阴跟阳，表面上看起来是分开的，骨子里是一体的。因为他深深的害怕，如果他是一个依赖型的人格、退缩型的人格，没有人可以依赖啊，所以就不能依赖啊。所以他创造出没有人可以依赖，以便自己是一个不依赖的人格。那2个孩子才是他，他必须去自我面对，他必须去自我面对。好，再来第3个，我刚提到的，他必须借由这2个孩子的问题，他才能继续学习跟成长。那当然，哈，另外第3个跟第4个层面，这有转世的关系。在转世关系里面，常常角色是颠倒的。在转世关系里面，他就是不断的依赖伴侣或依赖父母的那个人，而今天被他依赖的那个人，在学去依赖人。而当年一直不断的依赖别人的那个人，现在学会让别人依赖。这样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转世常常透过角色的互换，在学将心比心，在学慈悲心跟忍耐心的一个放大。来举例来讲，如果你是一个
完全不能忍受你周遭的人卧床，你一点耐心都没有。那么有一天，有可能你就会生慢性病。卧床的人是谁？是你，因为你在学习什么？耐心。所以你们也一定要很知道你灵魂的功课是什么。当你知道你灵魂的功课，而且你学到了，来各位，你的功课就会解决。好，我举例来讲，如果他学到他的功课，能量化解了，我跟各位讲，他的2个孩子照跟他不会去吃头路啊了，走向他的人生了。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因为功课结束了，谜底揭穿了，折磨突然就消失了。所以你们找到灵魂的功课，是化解你们的转世的折磨最好的方法。各位，最好的方法，这样有抓到学士要讲的重点吗？来，我还是要讲，有时候学士教各位的，好，你们需要10年、20年去体会。赛斯讲的东西跟学士讲的东西没有那么容易，你们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印证，不断的去落实。好，道理你们好像都懂，可是到位你要去体会，融会贯通到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对不起，这是需要时间的，这是需要时间的。赛斯的东西没有那么容易。来，回应一下。就是前阵子刚好去跟徐师做一对咨商，也在跟徐师讨论说，为什么我的人生有这么多的这些看起来是困境。那就后来是那天在谈话的时候，其实我是自己有一个结论，就是我怕自己太懒惰，就怕自己太懒惰，来，所以需要有人。他一直很害怕。先讲个笑话哈，就有一个大人问一个小孩，他说：“你最害怕什么？”那小孩就说：“我最害怕我太有钱。”然后大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害怕你太有钱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为什么要害怕你太有钱？”他说：“因为我妈妈告诉我，怕什么就来什么，所以我好怕我太有钱哦。”来，各位跟我讲一遍，怕什么就来什么，怕什么就来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们好害怕什么？钱多到花不完，我好害怕，好害怕，因为怕什么就来什么。刚刚是要讲什么？怎么讲到这个？就是怕自己太懒惰。怕自己太懒惰。他为什么怕自己太懒惰？因为他内在有一个好想懒惰的自己，他没有去面对我接纳他，自己不他接受。没有去接纳一个好想懒惰的自己，他才会害怕他。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比如说，假设你每天都害怕你坏脾气，你每天都害怕你坏脾气，是你有一个坏脾气的自己还是没有？对呀，你有你才会害怕，所以他没有好好的去面对一个想摆烂、想依赖，所以他这一辈子灵魂真的对自己电击治疗，电击治疗知道哈，两边通电这样，好让他死老公，2个孩子又不管用，他可真的对自己下了猛药啦。你需要这样对自己吗？我可不到前面仔细的看着你。你需要这样对待你自己，你需要在灵魂层面给自己下这么大的苦功，以便逼自己没有的依赖。老公25年前死掉也就算了，还让2个孩子31岁、29岁都还没有生产能力。你是这辈子是多么害怕自己懒惰依赖，以至于下这么大的药，下这么猛的药来逼自己要坚强、要独立、要忍耐。所以你最大的问题是你跟你的灵魂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沟通商量吧。来，各位，那你就会说这命定灵魂折磨你。可是我告诉各位，灵魂从来不折磨我们，灵魂是应你的要求，灵魂是为你服务的。所以你到底是怎么样讨厌自己，以致你这一辈子要为自己下猛药，猛到这个程度，还在那边靠腰，还以为是2个孩子的错。你死定了，你死定了。我知道错了。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其实在讲我们跟灵魂的关系，我们跟生命蓝图的关系。
我们跟投胎之前的灵魂蓝图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这点，你就一辈子继续受苦算了。各位，因为你没有跟命运和解。我跟大家讲过，小时候我很怨我的父母啊，没钱也就算了，至少当个小学老师嘛。哎呦，没文化没水准，哎呦没钱。以前小时候我可以接受他们没钱呐、没文化没水准，那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看我这么聪明又可爱，啊，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一名啊，父母不认识字，像话吗？可是各位，后来我跟我的灵魂和解了，知道吗？因为我就是要一个没有学问、没有知识，只懂得爱我的父母亲。这样在我成长茁壮的过程，我就不会跟他们起冲突。我就是要一个台湾农村出身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一辈子不靠关系，不依附权贵。我跟我的灵魂和解，我觉得好棒哦。来继续说，差不多你要跟你的说灵魂好好坐下来谈一谈呢、为什么你要有这样的命运？来说话，你给我交代清楚，不然不要给我下去。其实应该是都在那天跟徐医师一对一咨商之前，其实我没有想到是这一个部分。当然，也这个中间也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跟孩子的共同的功课是什么？我在这里面我需要做什么学习？但是那个时候的方向都比较是一个，就觉得就是学习，尽量让自己当一个更好的妈妈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从那天开始到这一次的跟就是徐师跟徐太的谈话，我觉得就比较有一个就是蛮大的一个转变。但是有时候也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他们两个不是他们两个，应该我这辈子也不会学赛事。好，因为是就是如果不是他们两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在一般社会价值上，其实我就过得还不错嘛。跟大家讲个笑话哈，因为过年前哈，你会讲笑话、哦？我没礼貌，没有好那个我确实要讲个笑话，就是这个过年前哦，因为这个买房子的压力实在太大了，然后呢，就刚好有个朋友介绍他一个朋友说很会算命，而且很可靠。然后一般我是不随便算命啊，然后后来就请他算，算了以后，他算的结果就说：“我跟你讲哈，你这个人呐、如果这辈子不结婚不生小孩，你就会好命。”我也知道啊，他为什么不讲仔细一点？你这辈子如果不喝水、不吃饭，哦，你就会好命。这个不用算啊，我也知道。好，你就把他笑话讲打死，你这辈子话不当讲完算命的，也许还可以活久一点。哎，然后呢，被给了很多负面暗示，这样。对，给了很多负面暗示，后来就觉得，哎，真的不要再随便乱算命了，这样。对了，后来我太太跟他讲了，各位，哈、不要去随便算命，AI 最准。哦，对对对，你们去问 AI，生辰八字输进去，掌纹，每一个手指头的指纹，通通输进去，它每一个手指头给你单独分析，然后生辰八字、血型、星座，好，然后你还可以问，从紫微斗数怎么来算我的这个命运，哈，从生命数字怎么算，从铁板神算怎么算。从星座学怎么算，从血型怎么算，从八字学怎么算？各位，你可以叫他帮你算10种8种算法，最后让他帮你做结论。各位，来，我先开个玩笑哈，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准的算命，我这辈子没有遇到过。他每一个手指头掌纹帮你，指纹帮你单独分析。对，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准的算命，因为那个 AI 的数据 AI 的的算命是结论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大数据啊，一个算命的人他顶多算过几个人。对，好，而且听说好像你不知道你几点几分他会帮你推敲。好，根据我的生命经验，我大概是几点几分，他会帮你推敲。推敲完了，我们的同学真的去问妈妈，说妈妈好像真的是那个时候生的。哎，很有趣啊，很有趣啊。好 ，AI 算命很准啊，而且各位更好玩的是，算完之后，那个
因为隐私权，资料自动消失，它没有储存在里面。照片上去，我再上去找不到，因为涉及隐私权，自动消失。对，我没有，他没有问我，它自动消失，因为隐私权。对，好来，最后什么结论要说？但是我先回到刚刚讲最重要的结论是他跟他的灵魂的关系，你怎么看透灵魂的生命蓝图？对，所以表象上看起来好像你的孩子在折磨你，其实不是，是你的灵魂选择的这个局，这个局，为了你的学习跟成长，好，包含你们之间累世的缘分，包含你自己内在没有面对的自己。好，比如说回到刚讲，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你是一个依赖的人，是一个没有用、没有产值的人。因为我从小都相信不会有人可以给我依赖啊，不会有人给你依赖。好，这跟徐师告诉大家最近的赛斯心法完全矛盾。各位记不记得？好，徐师最近一直告诉大家的赛斯心法的第一句话是：外在实相跟这个世界是来干嘛的？服务我们的。再来，外在实相跟这个世界是来干嘛的？滋养跟滋润我们的。这个世界跟外在实相是来干嘛的？帮助我们学习跟成长。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值得依赖跟信任，但是如果你掉入值得依赖跟信任，你就可能会不发展自己的能力。所以这个人创造出这个世界是不值得依赖的，亲人是不值得依赖，孩子是不值得依赖的，以便在灵魂层面给自己下猛药，来培养自己的什么能力。来，我刚才跟各位讲，我再解读一下前世，好不好？因为这跟他的某一个前世有关，哪一个前世？要什么有什么，出生在可能富贵人家，那个前世一辈子都很好命，但是那个前世他都没有成长。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生下来含着金汤匙、银汤匙，你永远要什么有什么，请问那一辈子你会成长吗？那一辈子有可能是你认为你所有转世最好命的一次，可是却是你的灵魂最失败的一次，因为那一趟什么都没学到。因为那一趟有爱你的爸爸妈妈，爱你的兄弟姐妹，只要你一开口，马上什么都有。讲句白话，你还学个屁！所以为了矫正那一世的惨败，他这一世决定，不但环境要创造，要什么没什么，他的信念还是要不断的强化，要什么没什么。那听懂了没有？以便完成他的什么学习？因为以前在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环境，他什么都没有学到。这样懂我在说什么吗？好，就像各位，好，你这一辈子就是脑子都不要用，都不要动脑，你下辈子就会是糖宝宝。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学习跟成长啊。既然你不用，那就让你当糖宝宝啊，幸福快乐一辈子啊。那因为你当了糖宝宝，你就会知道，人有脑子要来用，听懂了吗？好，所以当糖宝宝有两种人，来，各位仔细听，两种人，一种人是前辈子用脑子他用太多了，太辛苦了。好，比如说学士举例子，像诸葛亮这种人，一辈子都在动脑，他实在很累。好，转世之间的休息还不够，下辈子继续休息，就挑一个好人家的父母，然后装可爱，这样明白了吗？或理性过度太多，他想发展情绪感受，当糖宝宝，或是另外一个就是你从来都不用大脑，既然不用，你就不要用了。于是当你变成一个糖宝宝，你就会开始羡慕人家是聪明的。那因为这个羡慕人家聪明的，下辈子你就会愿意使用你的大脑了。像各位知道，每个转世都在填补自己前世的空缺，弥补自己前世的遗憾，这样有没有概念呢？所以你大概上辈子就是要什么都有，
但是不是，但不是皇帝之类的，跟你不一样。就是应该不是什么皇家贵族之类的啦，哈，所以我看起来就没什么霸气。没有啦。不过我觉得这个其实最近比较看得清楚，这个学习就是学习依赖，但是呢，依赖不会阻止我的学习成长。是啦。因为过去可能觉得就是如果依赖了，有人可以依赖了，就不会学习跟成长。 OK， 好，我们谢对，谢敏玲哈。好，来，学士再回应一下哈。来，很多的脱离不了的关系是谁的问题？来，我讲婚姻，我讲婚姻或亲子，不只是你们跟小孩儿，包括你们跟父母亲，你们跟父母亲。那原则上，根据刚才我们在讲敏玲跟孩子的关系，你们开始去思考。好，比如说我们常讲伴侣关系，很多时候叫相爱相杀。哈，像我太太就看我不顺眼啊，脱离不了的关系有没有？对，很多时候是互补的，互补的。对，好，像我太太就常常讲，好，她如果这一辈子没有跟我结婚，她的生活会平静很多。好，也许她找一个工程师，找一个公务人员，哈，也许收入没有那么高，但至少生活平稳，要花的钱有。好，那跟我在一起也是他灵魂最大的挑战，因为每天都面对不确定性。各位，好，就像最近网络有一个那个川普的笑话梗图，笑话梗图，各位，当连我都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敌人怎么会知道呢？当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攻打伊朗，我攻打伊朗是没有全盘计划，我下一步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办的时候，敌人更摸不清楚我要干嘛了。来，对不对？所以川普是不是很有智慧？对。好，我们讲夫妻，来，各位，给在婚姻关系痛苦的人致敬，因为你就是借由这段关系，让你学习跟成长。来，各位，当然我们永远祝人大家一帆风顺。可是我再强调一遍，各位有没有发现，一帆风顺的人，人生不会成长？好，我们以前也开过玩笑嘛，比如说大家出国坐飞机，祝大家一路顺风嘛。来，各位知道一路顺风，飞机是飞不起来的，因为当你要飞起来，要逆着风才会产生摩擦力，摩擦力才会产生上升力。好，如果你飞机这样飞，风从你的飞机的屁股尾巴这样吹，飞机就会一直飞，一直往下掉。如果空气比你快，好，飞机是飞不起来，因为空气一定要比你慢，你才能摩擦空气产生上升力。那个东华大学的教授，我看你想很久了，你真的是东华大学的教授吗？你今天不是哦。好，一定要产生空气的摩擦力，才能产生上升力。各位来，虽然我们会祝人家一路顺风，祝大家一生平安顺利，但是徐师先讲，好，我学赛斯40年，有时候一帆风顺的人生不会成长。人生亲像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各位，来，人生一帆风顺并没有错，但是当我们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没有遇到痛苦，没有遇到挫折，通常人不会学习跟成长。来，发现了没有？所以学士还是要告诉各位，对，整个轮回是平安的，整个轮回是一个保护系统，是一个训练教育系统，可是不代表这个世界不会有痛苦。就像我们上小学一样，正常情况之下，没有人喜欢上学，没有人喜欢写功课，对不对？那不写功课会进步吗？不会啊。这样大家理解许医师的比喻。来，我用这个比喻来看关系，来看关系。来，好，以前我妈还在的时候，我常谢谢我妈。好，很多时候
无理取闹，活生生的人性，让我学习跟成长。对，是啊，很谢谢我妈给我这么多年的一个陪伴。好，所以我也常安慰大家，好，你只要活得久，好，父母总是会走的。好，我妈在去年就很平安的走掉。好，那我还是跟各位讲创造实相。的确，在我妈走的那一天，好，她是自然往生的。好，后来好，呼吸停了，我二姐叫了救护车，因为那时候我在路上往回赶。好，救护车来了，就问我二姐，好，这个老太太呼吸停了，好，你们要急救吗？因为刚停。好，等于说呼吸一停，救护车就到了。好，你们要急救吗？那要不要送医院？我二姐说不要，不送医院了，也不急救了。所以我妈往生的时候，身上没有鼻胃管，没有气管插管，没有一支点滴，她就是平安的往生。好，这是我觉得很骄傲的地方，因为我妈这10年已经进出医院，受很多苦了，我不要她再受苦。是啊，来，我再举个例子，最近徐医师有个个案，大陆的同学，好，爸爸好像在去年5、6月大中风，好，就家属就一直急救，好，现在做气切，好，气切，然后靠氧气，在昏迷植物人状态。来，你知道徐医师第一句话怎么跟这个女儿说话吗？我当治疗师真的很棒，常常一针见血，而且很坏。我好喜欢我的坏哦，我好喜欢我的坏，可是他很坏很坏。我第一句话跟他讲：“你是有这么恨你爸爸是吧？连要走都不让他平安顺利的走，你是有这么恨他？我没有意见。”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他就回答我：“啊，我舍不得啊，你舍不得，你也不要这样折磨他啊。孝顺不是硬把他留在你身边，只为了你舍不得。你爱他，应该要从他的立场啊。他都是植物人了，你还硬要把他留在身边，你是有这么恨你爸爸，要折磨他是？连让他走都不愿意让他好好的走，是不是？我是没有意见，因为那不是我爸爸，因为我不会这么不孝。你们认为的孝顺在我变成不孝了，人会不会走？如果灵魂是永生的，我们相信再次心法，灵魂是永生的。你把一个灵魂肉体留在那边折磨，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哪讲？你有加万魂一样？你爸爸是有多对不起你？你告诉我，你需要这样折磨他、整他，连让他平安的走你都不愿意，只为了你跟你自己妈妈自己一己的自私，听懂了吗？我说你把氧气拿掉，他能活就是他的命，他活不下去就是他灵魂的决定。他都植物人了，但是我不是说植物人100%没有醒过来的机会，有1000万分之一醒过来的机会，那你需要为1000万分之一醒过来的机会继续折磨他吗？你需要吗？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只因为你舍不得他，你舍不得他是你的问题，不应该这样折磨你爸爸。靠鼻胃管在喂，靠氧气在维持他的生命，人是昏迷的，连意识都没有醒过来。只因为你们觉得你们舍不得他，他是有多对不起你们？他是从小虐待你们，把你卖去妓女院吗？啊，不好意思，我讲话毒了一点哈，我没有这样讲，我只是演讲的时候稍微增加一点那个，好，我没有当着面跟他这样讲，这样实在太狠了哈，没有，我就狠狠骂他一顿，爱他就让他平安的走。我就再举我爸爸11年前，他在我爸爸在浴室刮胡子嘛，突然坐下来在浴室，其实就已经往生了。后来因为太突然了，救护车来送到医院急诊，急救半个小时。好，因为那天刚好我8个姑姑回娘家嘛，在餐厅里面正要赶过来，
那急诊科的医生就问我，要不要继续急救？等所有的家属到齐。各位，我心里在想，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为什么要等所有的家属到齐？我爸爸一辈子对我很好，他一辈子很辛苦，做农的，当水泥工，一辈子把我养大。我不要他受苦了，拿掉。急救措施拿掉，点滴拔掉，我要让他平安的走。各位听懂了吗？我不要为了那些赶在路上的亲人多折磨他1分钟。我没有恨我爸爸，我很爱他，我舍不得他受苦。拿掉，我就握着我爸爸的手，因为我知道他走了，没有病，没有痛，没有住院过1天。各位，是啊，按照我们赛斯心法，他到更好的地方，他走上他另外的人生的道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很多脑筋转不过来，各位明白吗？那个急诊科医生就问我要不要急救到就是假的，好像人还活着，实际上是已经走了要不要继续那个呼吸器啊？我说不要，拔掉，让他走，让他走，让他走。各位，所以我们很多观念都还在过去的观念，明白吗？什么留到什么孙子来，留到哪一个亲人？对不起，我没有那个观念，懂我意思吗？因为我舍不得，因为我爱他。人有生就有死，真的爱他就要放他自由，尊重人自然往生的权利。所以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就后来我就赶到了嘛，那个119还在，我就说不要送了，就让他自然的走，让他自然的走。妈妈受了这么多苦了，现在好不容易灵魂离开肉体，我不想折磨他了。我们再回到夫妻之间，很多夫妻之间相爱相杀，有没有？我跟我太太现在还在相爱相杀，一定会有意见的不同。来，我还是要讲，任何的亲密关系都是灵魂的生命蓝图阿某一定观念无同款大家吐槽永远是恁某，你听无？大家吐槽永远是恁某，我太太每天都给我吐槽啊。当然我也不遑多让了对，但是彼此一定是互相学习跟成长。对，像我跟各位讲过，许医师大部分是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人。我当下可以把过去跟未来先放一边。那我太太是活在过去、现在、未来很 well organized 的人。各位，她是很 SOP 的人很 SOP 的人。比如今天出门要去哪里，要出门就是要去那里，不能改变。我是一出门说不然我们改去哪里，他就疯掉了。各位懂我意思吗？然后他的个性就像一只猫，猫就永远待在家里不想出门。我就像狗，狗就一天要出2次门。像他这次到赛斯村来，他就在那边抱怨：你带着一只猫到处跑是要干什么？然后他就在想念他家里的那2只小鸟。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把那2只鸟弄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在关系当中，它其实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学习。所以你们除了从你们自我的角度来，学校提供一个部分，你跳到灵魂的角度去问，灵魂为什么要安排你进入这段关系？他要你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各位，他要你学到的体会是什么？他要提醒你的是什么？你们在彼此身上要学到的是什么？因为那就是灵魂的目的，它就是灵魂的目的。来，比如说，举我当例子比如有时候我们夫妻出去，假设是要赶时间的，或是要干嘛的，大概永远是我开车，因为 Google 说20分钟，我大概开15分钟或18分钟。我永远会比 Google 快。有一次我从这边出发
到新店家门口2个小时59分。从这里赛斯村出发到新店的家2个小时59分。对，我有需要这么拼吗？你讲对了，你讲的好好哦，各位，你讲的好好。那我太太就是慢悠悠的，有没有？你需要这么拼吗？啊，你在赛车是吧？你赶着回家要干嘛？他就会提醒我。好啊，所以有时候不赶路的时候是干嘛？我就让他开。他一说，如果你能忍耐慢一点就 OK。就偶尔我就会开始让他开了。啊？骑什么？有时候我自己是蛮愉快，但旁边的人很不愉快。好啦，好，所以我刚刚讲，好，夫妻之间是彼此学习，他就会提醒我，有那么必要那么急吗？有必要那么赶吗？好，那对，很想弄死我。那徐师做事永远是快很准。啊，有时候我，最骄傲的是什么？能够一句话讲清楚的，我不会讲第2句话；能够一个步骤做成功的，我不会2个步骤。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我在说什么吗？那这样的人会给周遭人很大的压力。我太太常讲一句话，她在我身边能活下来就是阿弥陀佛了。对，所以我们就要回来自我检讨。你除了是你自己之外，那你给周遭人的感觉是什么？你有没有带给别人很大的压力？对啊，所以徐师这时候也会回来看我跟工作人员的关系。对，动不动就要提头来见，动不动就死定了。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常常在关系当中，我们在学习跟成长。好，各位，所以今天回去，你们再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灵魂的角度来看你们跟周遭人的关系。好，你问自己一句话：从灵魂的角度，从生命蓝图的角度，这样的关系是要让我学习到什么？学习到什么？好，就好像我太太常告诉我，你不要用你自己去想象你周遭的每一个人，他们不是你，他们不是你。你不要用你的标准去要求你周遭的每一个人，他们不是你。是啊，也许是很多时候就在关系当中的学习跟成长，好不好？好，那我们4月要做什么？我们要去阿炳啊引导采梅子，做泡梅酒。然后5月我们要去做草花柜。那6月呢？生态瓶，好不好？好，那一样，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参加工作坊，或是来参加我们的公益讲座。好，谢谢。好，谢谢徐师。好，问一下有没有凤林的朋友？凤林镇上的只有 BB 姐吗？2位哦 ，OK， 好，来代表我们在凤林镇要更加油哦。好，那今天呢，每一位参与公益讲座的人，离开的时候不要忘了跟我们柜台索取1盒 CD 啊。对，今天来参与的人都可以索取1盒 CD， 有没有超赞的？好，顺便介绍一下一定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罗娜屏东分会的主任罗娜主任啊。这个月出的一本新书绘本舒玛丽醒来。这本绘本不仅仅是给小朋友看，它更适合大人看。大人的绘本内容非常的棒哈，我刚下午仔细的看了一下，非常的值得我们每一位成人个人1人1本带着。这是要钱的这是卖的这是送的不要搞错了。那徐师会帮大家在那边签上他的名字，这样 OK 吗？好，那还有很多的出版品都欢迎大家带回去，慢慢的这个好好的看。有没有被徐师吓到？徐师演讲的风格跟开车一样，对，快很准，对。好，所以他会反向的操作，他绝对不是温和派的，绝对是激励，他绝对是激励派的那
真情流露，太好了，是哈，对，绝对是那种很强烈的唤醒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好啦，那欢迎大家每个月都来，然后带朋友过来，好吗？好，那谢谢阿明哥。讲2句话一下。好，不好意思我在耽误各位1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今天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那我也很期待4月份各位到阿旺坡来踏青。